你是不是等降息等了一整年，想着只要联准会一降息，你每个月的房贷就能少缴几千块，你手里那些套到天荒地老的债券指数股票型基金就能顺利解套，甚至还能跟着股市一起喷到天花板？醒醒吧！这场全世界几十亿人陪着华尔街一起做的白日梦，在2026年这个夏天被联准会一巴掌狠狠地打醒了。他们不但不打算发放降息红利，甚至还准备要把利率继续往上提。而这件事啊，绝对不是华尔街那些西装笔挺的投行精英才需要担心的事。当联准会的主席在会议上敲下那根名为鹰派的法锤时，你家房子的贷款，你买车的利息，甚至你家巷口那间牛肉面店的融资成本，就已经在不知不觉中被悄悄地拉高了。大家好，我是麦门，一个在市场里被摩擦了4-5年，终于学会跟市场低头的投资人。各位啊，你可以不知道什么叫做点阵图，也可以不在乎那个新上任的联准会主席到底叫什么名字，因为那些专有名词听起来就像是外星人在开会讨论怎么统治地球一样，无聊透顶。但如果你现在还在傻傻的看着新闻，等着李专打电话叫你逢低买进等降息，那你接下来几年的日子可能会过得非常憋屈。为什么？因为这是一场庄家明目张胆出老千，把全场赌客按在地上摩擦的荒谬大戏。今天咱们就把这层皮给扒了。欢迎来到名为降息预期的地下赌场。要搞懂现在全球资金这种极度精神分裂的现状，咱们先来建构一个场景，想象一下，现在全球金融市场就是一个超级巨大的地下赌场。在过去的这一整年里，这个赌场里弥漫着一种极度欢乐、极度狂热的气氛。为什么呢？因为赌场的广播每天都在疯狂洗脑。各位赌客请注意，我们的超级大庄家联准会马上就要发放名为降息的超级大红包了。只要降息一来，资金成本大跳水，大家手里的筹码通通都能翻倍。听到这个广播，全场的赌客，不管是在 VIP 室里抽雪茄的外资大鳄，还是坐在大厅里算着几十块便当钱的散户大妈，全部杀红了眼。大家疯狂地把筹码推向牌桌，压注在一个叫做今年必降息的格子里。有的人压今年降息3次，有的人压今年降息4次，甚至有些投顾明灯在电视上信誓旦旦地喊出今年至少降息6次这种鬼话。大家都在盘算着，等这波降息红利发下来，要换什么车，买哪里的房。在这个气氛下，连远在台湾的台股也跟着狂欢，搭着 AI 半导体的热潮，指数一路狂飙，甚至突破了4万点的历史新高。大家看着荧幕上的红字，觉得自己简直是股神转世，天天困霸数钱，听起来是不是一片大好，前景光明？但问题来了，赌客们压注压得很爽，可庄家真的打算发红包吗？新荷官上桌，底牌掀开的瞬间，就在全场赌客嗨到最高点的时候，赌场的规矩变了。原本那个天天跟大家打太极、发言总是模棱两可的老庄家下桌了，换上来一个叫做华许的新荷官。这个新荷官一上台，脸色铁青，没有一句客套话嘛。他看着满桌子压住降息的筹码，冷笑了一声。接着，联准会召开了万众瞩目的利率决策会议。这场会议就像是荷官正式掀开底牌的那个瞬间。结果出来了，联准会宣布利率继续按兵不动。这已经是连续第4次冻结了，连续4次啊！你以为这就完了？真正让全场赌客倒吸一口凉气的是随后公布的那张点阵图。什么叫点阵图？翻译成大白话就是联准会里面那些真正握有生杀大权的委员们，每个人在黑板上画一个点，预测未来的利率走向。它就像是赌场高层的内部会议记录被不小心外流了一样。赌客们原本满心期待，想看看这些大佬们打算降几码，结果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在这张点阵图上，竟然有整整9位委员举手表示降息，降什么息？我觉得今年不但不该降，还应该要升息1次，什么概念啊？这就好比你坐在牌桌前，满心欢喜的等着荷官发红利，结果荷官不但把你的筹码全扫到地上，还从背后掏出一把霰弹枪，抵着你的头，说不好意思，规矩改了。现在我不但要收回红利，我还要提高入场费，你说多有意思？打脸来得太快，就像龙卷风，
那些昨天还在电视上喊着降息列车即将启动，赶快上车的专家们，瞬间全程的笑话。当然啦，官方的说法永远是很优雅的嘛，他们会告诉你这只是个别成员的预估，点阵图并不代表未来的政策承诺。但各位，在金融市场里，当9个手握印钞机按钮的人同时告诉你他们想升息，你还敢把这当成是玩笑话吗？杀头的买卖有人干，亏本的生意没人做，庄家都明牌告诉你要收网了，你还坐在那里等天上掉馅饼。认知与财富的残酷法则。面对这种庄家突然翻脸的极端局势，多数人的第一反应是抱怨，是生气，是跑去网络上骂联准会说话不算话。但我常说一句话，知识是唯一能随身携带的财富。如果你看不透这背后资金挪移的底层逻辑，只会跟着新闻标题情绪起伏，那你存的那点辛苦钱，最后只会变成帮那些大型机构去杠杆擦屁股的燃料。如果你觉得我今天讲的这个地下赌场的比喻有点意思，让你意识到原来那些看起来遥不可及的利率会议，其实就是一场庄家与赌客的心理战，那说明你的认知已经开始领先大多数人了。如果你觉得这个角度有意思，觉得我后续的分析可能对你有用，先订阅一下频道，顺手点个赞，这样下次我更新这些荒谬真相的时候，你才不会错过。好，我们继续接下来这段，看看赌客们被打脸之后的荒谬反应。市场的终极归谬，自己打自己的脸。星河关的底牌掀开了，9个人喊升息，那这群原本押注降息的赌客们反应是什么？是愤怒掀桌吗？是拒绝完了吗？都不是。资本市场最荒谬也最真实的一面，在这个时候展露无遗。在金融圈有一个用来观测市场押注方向的工具，叫做 Fed Watch， 它就像是赌场大厅里的赔率看板，随时显示着全天下资金对未来利率的预期。就在联准会这场由歌转阴的会议结束之后，你猜怎么着？市场资金展现出了极致的见风转舵能力。原本那个几乎一面倒压住降息的 Fed Watch 数据发生了剧烈的跳动，资金开始疯狂的从降息的格子里抽出来，转手就重仓压进了升息的格子里。翻译成大白话就是，这帮赌客被庄家狠狠打了一巴掌之后，不但没有生气，反而立刻捂着红肿的脸颊，谄媚地说：“哎呀，庄家打得好，打得妙，我们现在也觉得该升息了。”这就是市场自己打自己脸的终极名场面。你说这帮华尔街精英是傻吗？他们可是拿着100万美金年薪，毕业于常春藤盟校的聪明人啊！他们一点都不傻啊，他们只是绝对的现实主义者，废物无兄弟，破产没盟友。当庄家的态度已经明确转向，谁还管你之前写了多少份看好降息的研究报告？先跑再说吗？当问题来了，当全市场的资金都从降息梦里惊醒，开始重新为升息定价的时候，这股庞大的力量就会像海啸一样，直接灌进债券市场里。这就引出了我们因果链条上最致命的下一环——殖利率的狂飙。殖利率的重力吸引，4.5%的绞肉机。就在市场改压升息的短短几天内，美国10年期公债殖利率就像是吃了春药一样，直线往上冲，直接重返了4.48%到4.49%的惊人高位，跟1年前比起来，整整高出了将近0.2个百分点。而在这之前不久，30年期公债殖利率甚至一度站上了5%的大关。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就算什么风险都不冒，把钱借给美国政府，你都能稳稳的拿到5%的年利息。很多人听到这里，脑袋又开始打结了。卖门殖利率4.5%，很高吗？这跟我有什么关系？我不买美国国债啊！这就是多数散户最致命的盲点。你以为你不买美债这件事就跟你无关？错了，美国10年期公债殖利率被称为全球资产定价的锚，翻译成大白话就是，它是全世界所有金融商品的地心引力。什么概念啊？就好比你是一个有钱的投资人嘛，现在美国政府这个地球上信用最好的老大哥跟你说，你把钱借给我，什么风险都不用冒，我每年稳稳当当给你将近4.5%的利息。你摸摸下巴算了一下，如果无风险都能赚4.5%，那我干嘛还要冒着公司可能倒闭、股价可能腰斩的巨大风险去买那些殖利率只有2%、3%的股票？除非那档股票未来能给我带来10%甚至20%的惊人报酬，否则我根本连看都不想看一眼。这就是地心引力的威力。
当无风险的殖利率飙高，所有风险资产，比如股票、高收益债，甚至房地产的估值就会受到极大的压缩。你回头看看台股，虽然 AI 半导体的热潮硬生生的把指数推上了4万点，表面上看起来狂热无比，但那只是顶层少数巨头的狂欢。在殖利率飙高的压力下，底层的资金成本越来越贵。这种股市创高与利率飙升同时存在的诡异现象，就像是你以为自己在开保时捷，其实你只是在一辆没有刹车的脚踏车上冲下坡，风吹在脸上很爽，但只要前方出现一颗小石头，整台车就会瞬间翻覆。就在殖利率飙升的那几天，连一向不可一世的美股都在历史高档区腿软了一下，出现了小幅的拉回。这就是市场在告诉你，重力是真实存在的。但各位，如果故事只讲到这里，那这还只是一个华尔街的金融游戏。真正残酷的是，这一股地心引力会顺着金融体系的管线，一路蔓延到你的日常生活里。无辜路人的账单被悄悄推高的房贷。现在，让我们把镜头从华尔街的交易室切换到你家客厅，想象一下这个画面：你是一个在台湾辛辛苦苦工作的上班族。去年你听了各种新闻报道，说美国马上要大降息了，未来的利率会越来越低。于是你大着胆子咬牙买下了一间房子，扛起了沉重的房贷。你当时心里算得很精明，现在利息虽然高一点，但没关系，等明年联准会一降息，台湾的央行跟着放宽，我就能去办专贷，到时候每个月的月付金就能少个好几千块，先撑过这一年就好了。这就是你原本的完美计划。结果呢？结果不出意外的还是发生了意外。联准会连4栋点阵图显示要升息，10年期殖利率飙回 4.5%。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这意味着全球资金的成本底线被死死的定在了高位。台湾的央行看着美国老大哥不仅不降息，还转鹰，他们敢随便降息吗？当然不敢。如果台湾降息而美国升息，资金就会像瀑布一样流出台湾，台币就会面临巨大的贬值压力。所以台湾的银行资金成本降不下来。那银行的成本降不下来，他们会佛心吸收吗？想得美！这笔账最后当然是算在你这个扛房贷的苦哈哈身上。你5年前跟兄弟借了100万，不用利息，花得很爽，想着反正以后利息会越来越低。结果现在到期了，你兄弟跑来跟你说，不好意思啊，现在外面无风险，都能赚 4.5% 了，你要续借可以，我现在要收你高利贷了。你不只等不到降息后的轻松月付金，你甚至还要面临未来银行可能微调利率、紧缩贷款成数的压力。不只是房贷，你买车的车贷，你做点小生意的企业周转金，甚至你刷信用卡的循环利息，全部都会因为联准会这场转鹰的会议，而在无形之中变得越来越沉重。你在赌场里根本连下场玩一把的资格都没有，你只是个路过看戏的无辜乡民。但当庄家宣布提高入场费的时候，你才发现，原来赌场大门早就锁死了，而你口袋里的钱正被强行掏出来替那些赌客买单。你说多有意思？当逻辑遇到工具的威力。大家应该发现了，不管是联准会的点阵图、市场的降息预期，还是殖利率的狂飙，这些看似遥远的总体经济数据，最终都会化为盘面上极度剧烈的资金流向，然后回头重重的砸在你的荷包上。很多人常常问我，麦们，我手里的股票到底是该卖还是该留？我怎么知道外资是不是已经提前听到风声，在偷偷跑路了？这就是为什么我自己花了很多时间去研发了一套专属的看盘软体系统。没错，我要打个广告了，但你都看到这里了，给我30秒了解这个保命的工具，不过分吧？很多人看盘最大的痛点就是没有系统。你开了10个视窗，一个看技术线型，一个看外资买卖超，一个还要盯着美国那边的 Fed Watch 跳动，最后脑袋糊成一团，一拍脑袋凭直觉进场，刚好接到外资高歌离席时倒出来的货。我的这套软体核心逻辑非常暴力，直接把主力筹码的真实变化标示在你的 K 线图上，一眼看穿大资金往哪跑，方向不对，努力白费。当主力偷偷释放危险讯号，或在低档偷偷卡位的机会，讯号出现时，别的散户还在论坛上发文问怎么办，你的手机就已经收到通知了。好，广告结束，我们回来继续讲，在这场升息风暴里，资金到底会往哪里逃命？
高息环境下的资金避风港。咱们把视野收束一下，既然联准会转鹰，殖利率维持在 4.5% 的高位已经成为既定的事实，那么接下来我们该怎么保护自己的钱包？我常说，不用追着钱跑，你本身就是钱。你是什么样的人，决定你能赚多少钱。如果你永远都是被市场情绪牵着鼻子走，今天追降息，明天追升息，那你不管在这个市场里混多少年，永远都是那个被收割的最后一个。我常说，读16年的书到大学毕业，都未必能找到什么端得上桌的好工作了，更别说投资是能让你赚一辈子的谋生技能。你觉得你该认真学多久？如果你连基本的资金流向都不愿意花时间搞懂，那被收割真的只是刚好而已。我们来推演一下，如果利率居高不下，这时候会发生什么事？那些靠着画大饼还没有实质获利支撑的虚胖科技股，压力就会非常巨大，因为资金成本太高了。大家不愿意听你讲未来10年的故事，大家要的是现在就能看到现金流。虽然目前 AI 半导体依然强势，台股也屡创新高，但这就像是一场极限拉扯。当无风险利率在那边招手时，只要股市出现一点点风吹草动，获利了结的卖压就会像雪崩一样涌现。那资金从高风险资产撤出来之后，去哪里呢？当美国维持高利率，甚至预期还要升息的时候，全世界的资金都会抢着回流美国去赚高息。美元指数一旦走强，所有以美元计价的新兴市场货币就会面临庞大的贬值压力。这对外资来说就是撤出新兴市场的强烈诱因，而那些真正受惠于高利率环境的防御型板块，或是与美元指数挂钩的相关资产，就会成为资金的下一个避风港。当市场不再幻想降息红利，转而寻求确定性时，资金的板块轮动就会无比剧烈。你看懂了吗？从一张点阵图上的9个点，牵动的是殖利率的狂飙、股市估值的压缩，甚至是新兴市场资金的撤离。理解这个数字在整个资金传导链条里的位置，看懂机制运作，大方向的轮廓就清清楚楚了。好了，聊了这么多，我想把问题丢回给各位。面对这场已经被无情戳破了降息美梦，你现在的对策是什么？你是觉得联准会只是在虚张声势、恐吓市场，最后还是会乖乖降息？还是你已经看清了现实，开始准备应对高利率常态化带来的房贷压力与股市回档？又或者你觉得 AI 的狂热足以战胜地心引力，台股4万点只是一个开始？在下面留言告诉我你的看法。我很想知道，在这个极度精神分裂、庄家随时翻脸的市场里，大家都是怎么调整自己的生存策略的？别当最后一个醒来的人。今天这个 Fed 转鹰打脸全市场的主题，我们就讲到这里。如果你觉得今天这种扒开新闻表皮、直击底层逻辑的方式对你有帮助，我强烈建议你把我前面几集的影片也拿出来看一下，因为我的总经逻辑都是环环相扣的。我希望你们从这里带走的，不只是一个对房贷变贵的短暂焦虑，而是一套看透市场荒谬的逻辑框架。当你学会剥开降息利多的皮，去直视底下那 4.5% 殖利率的绞肉机流动，你才算是真正掌握了在这个残酷市场里活下去的本钱。这套本领别人偷不走，也能让你在下一次主力变脸时，不再是那个被蒙在鼓里的肥羊。金融市场的预期随时都在变动，如果未来的通膨数据再次超乎预期，今天讲的这套资金逃亡逻辑，可能瞬间就会在看似狂热的台股高档区掀起一场超级风暴。天助自助者，运气会站在有实力的那方。如果你不想在这个资讯爆炸、庄家整天变脸的市场里，成为最后一个知道真相、最后一个醒来的韭菜，如果你不想错过接下来更深度的局势分析，订阅频道，打开小铃铛。这是一个吃人不吐骨头的战场，只为波段大行情而出手，不为蝇头小利而忙活。保护好你的血条，我们下周见。